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这一次我要做跟通常有一点不一样的方式分享影片，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在料理教室上料理课的感觉。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，没有那么自由出去外面，所以这一次透过网络上教一堂很简单的料理课，所以教课中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讲话解释的部分。如果不习惯的话，你可以就直接跳过我在讲话的部分，直接看我做料理的动作就可以了。那这一次我要示范一道親子丼，就是亲子冻饭的变化版。之前我有介绍过，这一次是口味是有一点不一样，然后做法也是更简单，所以这一次我会有这个2台机器一起拍的，这边就要讲话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手上要处理食材还有加热的部分。好咯，那我来就直接开始做咯。那我来先把洋葱切成薄片。OK， 好了，那这边是已经切好的洋葱，然后葱花我这边已经切好了，然后今天的主角就是鸡肉。OK， 这个可以切成小片。那这个鸡肉的大小真的不要切太大块哟，因为我要做这个冻饭，就是装在白饭上面。如果切太大的话，用筷子拿出来的时候就不好拿，所以我的习惯是还是切成这么小块的。OK， 好了，接下来我要准备酱汁。那这边准备了日式高汤。那这个日式高汤的做法是我之前频道里面有介绍过。那我来这边就倒进去喽。日式高汤，然后这边是清酒。有这边味淋，然后这边是酱油，稍微搅一搅。好，接下来我来准备鸡蛋。那鸡蛋是通常我会用2颗鸡蛋，这样的话口感面比较丰富的。那如果还是不习惯吃这么多鸡蛋的话，当然换成1颗也可以哦。加进去喽，有开了吼。好，来1颗。2颗，搅一搅，然后这个搅拌鸡蛋时候也不需要打发哦，就是你只要确认蛋黄跟蛋白稍微搅拌好，这样就够了。其实有一些蛋白跟蛋黄还没混合的部分的话，加热起来口感面比较好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就要开始加热。那这次我会用这么小的平底锅，这么小的。好了，那我这边先倒入一点点的油，一点点就好咯。然后开中火，因为这一次的饭是我要把这个鸡皮的部分煎到金黄色，所以你在预热锅子时候，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鸡肉先准备起来也好，皮面往下先这样子 stand by。这样的话，等一下放进去时候，这个状态就直接放在锅子里面就好了。好，那现在可以把这个鸡肉放进去哦，记得哦，皮面往下这样子放进去哦。OK， 好，有在录哈。OK， 那火力是大概中火，就慢慢煎到金黄色，也不需要用那么大火。很快速煎到金黄色，慢慢来没有关系。你可以稍微把它放在旁边，然后利用这边的空间，我要把这个洋葱放进去，然后你可以稍微移动一下，因为火力是这里嘛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移到旁边，然后把这个洋葱先炒一炒。然后洋葱就可以煎到半透明的样子就好了。可以看到那个鸡肉的侧面也变白色的，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皮的部分是煎到酥脆有香气味很多。然后另外一面肉的那一面是就煎一下下就可以了。好咯，我看一下颜色哦，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就可以把它翻面喽，看到哦，漂亮的金黄色嘛。然后另外一面已经煎到变色，那你整个可以混在一起。我要做出来一个咖喱口味的，所以
我这边有准备咖喱粉，现在就可以放进去喽。OK， 然后大家要记得，这个咖喱是容易焦的，所以火力要稍微注意一下。你应该可以用稍微小一点的火。那这个加入咖喱粉的时间还是半小时我加进去，这样的话，这个香料就是咖喱粉的这个风味、香气味会变多的，就变比较火锅的。所以先翻炒一下。好，现在我要把这个酱汁倒进去喽。OK， 很好。这个状态鸡肉其实已经熟的，所以等一下就加入蛋汁，然后马上装在白饭上面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确认你的旁边已经有一碗白饭。OK， 所以我去拿白饭喽。等我一下。我这边有准备了一碗白饭 ，OK， 那这个就先放在旁边好了，先稍微保温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加入蛋汁，我会分成2次，第一次做一个全熟的蛋汁，你需要盖子，所以你就准备一个可以封起来的，然后第二个是我要做比较半熟的样子的蛋汁。好了，那现在我要把这个蛋汁大概一半，就是1个分量的蛋汁，先倒进去，慢慢来哟，就是平均的样子淋上去，这样子差不多吧。好，我先把它盖起来，有在录后 ，OK， 好，只要确认，因为一个人自己拍的，不能忘记一个机器开，这边一直讲话，然后这边没有拍到的话就又要重新拍的啦，所以每次都要确认2台都有开。OK， 好咯，应该很快的啦，看一下咯，差不多，你可以稍微动一下，还没有熟的部分你可以稍微拉开。OK， 其实已经差不多的了。好，我要倒入第2层，要确认这个锅子做好的大小跟碗哦。好像锅子的料还蛮多的，反正试试看咯。OK， 好，来，那第2层倒进去喽。那个时候你可以用筷子慢慢很细的样子淋上去。OK， 漂亮的黄色的表面，太美了。第2次加进去这个蛋汁以后不用盖起来，就等到喜欢的熟度就可以熄火啦。这样就看到它半熟的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状态，现在就可以熄火啦。然后赶快装在碗里面。OK， 好咯，有开了哈。OK， 好，来，我把它整个盖起来的样子倒进去，旁边留下来的赶快抽它，我就先试吃。最后把这个葱花撒在上面，好，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カレー風味の親子丼完成啦。好了，那这边我就直接来吃喽，还热的状态我就赶快吃了，不用坐下来，直接来，太香了。我刚刚那个掉下去的试吃了，那口味是已经 perfect， 所以现在是跟这个鸡肉蛋一起试试看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本来这个金子冬很爱吃，就是可以享受鸡皮的香气味，然后半熟的蛋，然后这个白饭是已经有吸收了很多酱汁，这个组合是非常好吃。那这一次我有另外加入咖喱粉，它很厉害，你可以加上多一个就是一个香料的香气味。所以不是吃到咖喱饭的样子，还是親子丼，就是亲子丼的口味的，太好吃了！哇，这个真的可以卖耶！好了，这一次的分享方式跟通常有一点不一样，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习惯。偶尔这样子的方式分享影片也很好玩的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做做看这个非常好吃的親子丼。
谢谢。